前面我们学习了已知一个二端口网络如何来求它的各种参数。现在我们来学习已知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我们怎么样来求出它的等效电路？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为逆问题的。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等效。我们说两个二端口网络等效，指的是对于外电路而言，它们在两个端口上分别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等效指的是对外电路而言，这两个二端口网络是等效的，那它们的内部电路一般来讲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外面接了各种各样的电路，那么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内部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我们需要自己构造出一个电路来，使得它在这两个端口上与原来的电路具有相同的 UI 特性。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构造出来的这个二端口网络与原来的网络是等效的。我们来首先学习怎么样求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以 G 参数为例，这是我已知的某一个二端口网络的 G 参数。因为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所以有 G12 等于 G21。那这4个元素里面就只有3个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前面已经见过的梯形或者派形网络来对它进行等效。回顾一下我们学习 G 参数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就知道现在应该是采用派形网络更简单一点。好，我们不妨就假设用这样的一个派形网络来对原来的二端口网络等效。那我现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要求出这3个电阻的阻值，使得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在端口上所呈现出来的 UI 关系与原来的二端口网络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可以求出它的 G 参数。首先让端口2短路，我们可以求出 G11 一撇和 G21 一撇。G11 一撇就应该等于 GA 加 GB， 而 G21 一撇呢，应该等于 I2 除以 U1， 所以应该等于负的 GB。那由于是互异二端口网络，所以也等于 G12 一撇。再令端口1短路，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G22 一撇。G22 一撇现在应该等于 GB 加 GC。好了，由于我要使得现在的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和原来的二端口网络等效，因此它的 G 参数必须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的 GA 加 GB 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11， 而 GB 呢，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21。GB 加 GC 就应该等于原来网络的端口参数 G22。由此，我们就可以把3个电阻的阻值或者说电导值都求出来 ，GA、GB、GC。有了这3个电阻的电导值，那当然我的等效电路就确定了。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等效电路求解还是比较方便的。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几点：第一，我们现在虽然对于 G 参数用的是派形网络，但实际上梯形网络也是可以的。对于外电路而言，梯形网络也好，派形网络也好，它们都是等效的。第二点，如果原来给定的二端口参数当中，不仅有 G12 等于 G21， 还有 G11 等于 G22， 这就意味着说，原来的二端口网络是一个对称二端口。那我们将来给出来的等效电路，这个派形网络也好，梯形网络也好，也应该是一个对称的网络。那么在这儿就应该有 GA 等于 GC。第3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对于这样一个梯形网络或者派形网络，它只适用于求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
对于非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等效电路应该如何来求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于受控元。我们以 r 参数为例，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方程得到它的用受控元来表示的等效电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程的形式 ：U1 等于 r11 乘以 I1 再加上 r12 乘以 I2。U1 是两个分量的和，那这显然是一个类似 KVL 的形式。U1 和 R1 是同一个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因此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R11 呢，就可以表示成是一个电阻 R11， 这个是 I1， 这地方是 U1。U1 是两个分量的和，现在这个地方的 R11 呢，已经把第一个分量表示出来了。而对于第二个分量，由于 U1 和 I2 是不同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所以这儿我们要借助一个流控电压源，就是 R12 乘以 I2。那第一个方程就得到了。类似的，那么对于第二个方程，我们也可以同样的道理。U2 和 I2 是同一个端口上头的电压电流，因此这儿就可以用 R22 来表示这一个分量。而另外一个分量呢，我们也要借助于一个流控电压源，是 R21 I1， 这就是 U2。好了，这个就是含有受控元的一般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那如果以 G 参数为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求。I1 等于两个分量的和，那这就是一个 KCL 的形式。所以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是 I1。那么第一个分量 U1 I1 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电阻来表示，这个就是 G11。而后一个分量呢，现在 I1 和 U2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要借助于一个压控电流源。这个压控电流源的值呢，就等于 G12 乘以 U2。这是第一个端口上头的电流和电压关系就满足了。同样，对于第二个端口，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处理。这是 I2， 那第一个分量 I2 和 U1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也要借助于一个压控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值呢，就是 G21 乘以 U1。而对于第二个分量 I2、U2 是同一个端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电阻 G22， 这样端口2上头的电压电流关系也就都满足了。好，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在的等效电路当中，都含有两个受控元。在我们的实际电路当中，要构造出一个受控元电路是非常麻烦的。通常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于有源器件，譬如我们前面学过的运放，那这个会导致电路的制造成本大幅的上升，所以我们在它的等效电路当中，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它的受控元的数目。比如，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使得它的受控元从2个降成1个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先对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方程做一些变化。这是一个已知的一般的二端口网络的参数方程，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互异的二端口，它的 G12 不等于 G21。那接下来我先对这个参数方程做一个变换 ，I1 仍然照写是等于 G11 乘以 U1 加上 G12 乘以 U2。那现在的 I2。由于 G21 不等于 G12， 所以我不妨先这个地方写成 G12 乘以 U1 加上 G22 乘以 U2。当然后面我就要加上一项是 G21 减掉 G12 乘以 U1。那好，大家现在看一下。
对于前面这一部分，这两个显然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就表示是一个互异二端口。根据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可以用这样一个派性网络来对它进行等效。那后面这一项我应该怎么来表示呢？ I2 和 U1 是不同端口上的电压电流，所以这个地方我完全就可以用一个压控电流源来表示。这个电流源的值就等于 G21 减掉 G12 再乘以 U1。好了，这就得到了一个只用一个受控源表示的一般的非互异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显然比前面那个有2个受控源的等效电路要好一些。